我已经到清水寺了，这是大吉八坂神社，早安，今天是休假的一天，然后我今天排了一些在4条这一带的行程，想说要把这一带包含清水寺一起玩完。然后呢，现在是早上的还不到9点，我已经到清水寺了。大家来清水寺都会来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舞台这里，然后这个舞台进去的话是要门票的，大人的话是500块，从这个门进去。清水寺的名字来自于寺内的阴雨瀑布。在京都还没成为日本首都前呢，古代僧人便找到这座终年涌出的泉水，并兴建清水寺，历史十分悠久。接一口阴雨瀑布的泉水，祈求健康、学业或良缘，也成为清水寺除了清水舞台外的一大特点。我现在来那种寺庙啊，或者是神社，必行的事都是去买欧米库基，测我今天的运势。今天抽到的是大吉，不错不错，感觉是一个很棒的签。而且前几天都下雨，今天刚好在我放假的时候出太阳，超赞！清水舞台的下面这边全部都是木头结构，是一个很厉害的木造建筑。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到京都塔。清水寺大概就是这么大。下公车的地方走上来，大概10分钟左右就会到这个门口，然后再一路从这个门口这边这样子走上来，然后到这个地方买票，然后就会看到这个清水舞台，然后再到对面这边来拍照。逛完之后就可以从这里这样子走回去。清水寺不愧是京都最有名的寺庙，这边现在是礼拜1早上，还是好多人哦，而且就连那个他们自己的高中生、国小生。感觉是校外教学嘛，也都会来这里踩点，蛮有趣的，但人真的太多了。清水寺这边有很多板，什么板的板就是阶梯的意思，所以这边其实就是建在一个小山坡上。如果要到清水寺的话，是需要走过很多的楼梯。古时候，许多孕妇会走这条坡道前往清水寺祈求顺产，所以这条路呢称为产宁板。但也因为与3年谐音，民间也流传一个如果在3年板跌倒，3年内就会倒霉或死去的迷信。相同的传说在2年板上也有记载，但实际上呢，都只是古代人想提醒参拜者要小心阶梯的警语而已。从清水板街到产宁板走过来之后的路上，感觉人有慢慢的变少，然后从这条一路走过去呢，就会看到八坂神社了。从金町聚落走出来后呢，就会回到通往八坂神社的马路上了。不过八坂的命名就和斜坡没有关系了，而是这一带曾是古代八坂氏的家族所开垦镇守的关系。八坂神社位在4条通的尽头，就像是整个东山参拜区域的大门口。八坂神社因为之后在7月奇缘祭的关系，所以我应该还再来一次，这次就先不进去了。在八坂神社到鸭川这块区域，有一条南北向的传统巷弄，叫做花见小路，被4条通切分为南侧和北侧。在北侧的小河白川，古时候呢河水十分清澈，附近聚集了许多茶屋、料理亭，逐渐形成京都最具代表性的花街，也吸引人们来到茶屋欣赏艺伎、舞伎的表演娱乐文化。直到今天呢，这里仍然保留着京都最完整的花街文化。现在要去吃一间昨天查的时候查到了觉得很好吃的拌面，在花见小路这一带。结果走去餐厅的路上，发现一间很便宜的蔬果店，里面有卖这种橘色的番茄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种橘色的番茄，便宜耶！它这一盒才216块，在台币60多块左右，已经在日本说算是便宜的了。就我刚刚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整个人突然血糖太低，快昏过去了。所以我刚后来临时去神社的厕所那边休息了一下。等我恢复完体力之后，就已经没有办法再走回去那间餐厅吃了，所以就在沿路的路上随便逛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有一个告示牌，然后是我之前好像有看过的一间餐厅，它就是一个只有用 emoji 做菜单的一个鸭的拉面。就蛮酷的，突然刚好在那边遇到，然后走过去看到，发现其实也没有很多人排队，因为我记得那间蛮有名的，那不如就去试试看。
里面是一间小小的店，所有的餐点都是用 emoji 呈现的。如果你不会日文的话，它也可以用英文跟你说明。然后我点了一个一般的拉面，加上溏心蛋。我觉得它还蛮好吃的，拉面的部分比较像荞麦面，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像拉面有嚼劲的感觉。但是鸭肉很嫩，很好吃，而且还有炙烧过，所以那个焦香也很棒。它的汤我觉得很好喝，是很清爽的汤，有一种像熬煮出来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汤头很棒。店里面的店员也都很可爱，很有耐心。然后刚好遇到有一对中国的客人，他们可能听不太懂，就简单帮他们翻译一下。然后那个店员好像也还很开心地跟我说谢谢你。我觉得好快乐啊！用我的破日文也可以帮忙。好，我现在准备下一站了，我要正式的过了那个桥，去到高岛屋那一带了。走过这个桥，就会看到鸭川的纳凉床了，一整排都是，夏天才会摆出来放的。等快傍晚的时候再来这里走走好了。穿过鸭川，就会来到百货林立的一级商业战区四条通了。来到这里，绝不能错过四町金吉商业街。所谓四町，就是寺庙聚集的街道，是当时为了方便集中管理税收所做的政策。因为来访参拜的人潮越来越多，庶民娱乐的兴盛，加上剧场、演艺场的进驻，逐渐发展成现在的商业聚集地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搜索的粉丝的话，很推荐你到四条这一带的时候，可以去逛搜索一条街，并有9间搜索的店，然后每一间店是分别卖不同专门的品项，比如说是袜子、包包或者是其他款式等等的。Soso 的品牌名称来自日文对话的附和语 Soso， 表示强烈认同、肯定的意思。希望呢，透过这个随性、亲切又好记的声音，传达出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，并发掘其美好的品牌宗旨。这点呢，也体现在2004年京都开设的第一间实体店面足代京都店里。创办人若林刚之当时抱持着从分趾鞋开始复兴日本传统和风的想法。大胆地印上时尚的数字与花纹，此举大获成功，并开始在同一个区域分支出伊势木棉与作物衣等其他品项的店面。这也是品牌希望大家用散步的方式，一间一间慢慢探索，就像走进京都生活一样。品牌的经典花样看似简单，其实藏着深厚的设计与商业智慧，运用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，打破传统和风的老气与严肃感。甚至特别讲究数字之间的留白与手写线条的粗细平衡，演变成京都最具代表性的设计品牌之一。买了 Soso 的小袋子，如果拉起来的话呢，就会长这个样子，大概差不多是一个手掌大小。不过它的布料因为是100%棉的关系，所以它是没有防水的。如果你要放一些电器类的话，可能也要小心会不会有漏水的东西的问题。我另外还有去足代那间店买了袜子，但我没有买分趾袜，我是买一般的袜子。重点，所有的Soso足代店的袜子都是奈良县特产品，都是日本制造。再隔几条商业街，就会到素有京都人的厨房之称，拥有超过400年历史的井市场了。因为天然地下冷泉的关系，让这里的地下水一年四季都维持在15到18度。在冰箱还没发明的年代，家家户户的水井就是最适合用来保存生鲜的地方。也慢慢发展成京都最大的传统市场，直到现在呢，市场里还保留着不少老井，你也仍然可以吃到许多京都限定的在地小吃。点了一个老样子煮烧马，有没有一种既视感？祭典餐后的第2次吃这种市场里面的煮烧马。我觉得日本他们在做这种炙烧类的酱汁都做得很好吃。这个肉质没有那么厚，跟连汤都吃了起来，感觉油花比较少一点。那个炙烧还是好香的，而且就算有刺，也完全一咬进去就化掉了。好吃啊！离开井市场之后呢，我要带大家去我上次在高岛屋逛到的一间很可爱的店。沿着手扶梯来到4楼，就会看到这间店了。店名是源自于世界语“唯一”的意思，因为这里贩售的全部都是创作者的原画真迹。比起其他插画选品店啊，可能都是大量印刷品，这里的每一幅作品都是世界上仅此一件、绝对唯一的存在。我觉得他们很像是为小众艺术家而生的平台，和美术馆里的高级作品相比啊，这里集结了很多新生代的艺术，而且很多都还是那种充满实验精神的作品。所有的原画作品也都维持着一个很亲民、很好入手的价格。我另外觉得很用心的是，这些原画都会放在厚纸卡背板里面一起包装，不仅很提升质感，那个包装上面的 QR code 啊，可以让你直接的认识创作者本人。我自己觉得是很好的曝光方式，而且也让艺术不仅止于创作，而是真的能够拉近或者是走进观众的世界里。
我后来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啊，他们还有一个所谓叫做 art digging 的概念，你就像是走进一间唱片行一样，很轻松、很自在的去挖掘这些艺术作品，纯粹的用直觉去翻阅、寻找、发现。这也体现在他们的店面设计上，是真的有想要做成像唱片行那样子的感觉，把他们的作品都放在一个一个的木箱子里面，让你可以去翻阅，像真的在掏黑胶一样的感觉。总之，这整间店的风格跟理念我都非常喜欢。如果你是想要买一些小众艺术家的作品，或者是想要来激发你的创意跟灵感的话，我觉得这里都会很适合你。从高岛屋往鸭川的方向走，大概2分钟之后呢，会到一个我想要去的咖啡厅。我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看到一个日本的 YouTuber， 他的频道名字很可爱，叫和妻子一起的咖啡店探索吗？反正就是他和他的老婆一起去逛各个地方的咖啡厅的一个 YouTube， 主要攻略都是关西地区的。然后这间就是他介绍的，而且很特别的是，它是营业到晚上的咖啡厅，从1点开始营业到晚上10点。它还有卖很多抹茶系列，身为一个抹茶控，不需要去体验看看吧。现在已经6点半了，天空还是这么的亮。现在要沿着鸭川从3条走回去我住的地方9条。等一下回家前还有一个景点，想要顺便过去逛逛。然后等一下想要先找一个地方在鸭川旁边坐着，感受一下京都的浪漫。在京都最迷人的景色中，鸭川绝对名列前茅。整个城市由上到下被鸭川贯穿，就像在繁华的古都里画出一片净土。所有喧嚣都会在这里沉淀下来。你可以泡进河水里，也可以沿着河畔散步，甚至很多人也会带着面包来这里野餐。京都市甚至有一句话叫做等距离文化，因为大家坐在河畔时都会很自然的和陌生人保持差不多的距离，也因此形成鸭川很可爱的风景。从4条走回9条，大约4公里的路程，京都塔就是最好的指引。我常常觉得在京都生活的人大概都把它当成指南针吧。不仅是回家路途的方位，也是记忆里那个对京都充满回忆的标的。路边突然看到绣球花，现在夏天是绣球花的季节，好可爱的。沿着鸭川往9条的方向前进，在大概4条到5条中间有一个蛮有名的公共澡堂。我今天没有去泡，但是我想要去看一下，因为它那边有卖一些很可爱的周边商品，名字叫做梅汤。创立于1928年，100年经营却曾一度面临歇业，直到2015年由当时年仅24岁的凑三次郎接手之后呢，在保留昭和时代的澡堂样貌下，同时加入展览、活动与选物空间，才重新成为京都最有代表性的公共澡堂之一。这里想特别分享凑三次郎的功劳，因为极度热爱钱汤文化，他创立的 Yutonamisha 以不许钱汤从日本消失为宗旨，至今已经复活了10间濒临倒闭的老澡堂，并重新透过新的视觉和活动进驻，变成一系列连锁的概念。我平常也很喜欢看他们的 IG 介绍很多关于澡堂工作的点滴，推荐给喜欢传统复苏澡堂文化的大家。今天呢，京都4条这一带的行程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记录过程？我觉得这一带真的是集结了京都市区最精华的地方，就是可以感觉到很多观光客，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这边玩。相较之下，比较没有那种京都古都的感觉嘛，我自己觉得啦。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希望还可以再来这边体验看看更 chill 一点的行程。那这次的记录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